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前阵子我开箱过这一个 Let's Start 360，在那部影片的留言底下，看到很多人在讲，这个东西不就是 TNT Go 吗？还比较便宜。TNT Go 呢，其实就是锤子科技，那是在中国以前很有名的一个品牌，就是那个《甄嬛传》罗永浩他做的一个品牌。那 TNT Go 呢，是一款长得像 Surface Pro， 然后可以接手机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也非常好奇，那个东西现在目前在官网已经没有新的了，我就花了一点时间从闲鱼上买回来了。那今天呢，就为大家直接开箱。来开箱，这一台当时我在买的时候，我在淘宝一开始输入型号我们找不到，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可能没有新的，我就去闲鱼找。那闲鱼大家可能不知道，闲鱼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台湾露天市集，专门在卖一些二手货的，它大部分都不是新的，但是有一些小店家他会在上面卖。然后我买到之后呢，才发现淘宝竟然有，我也不知道之前为什么搜不到，我也不知道说这个闲鱼的卖家会不会骗我因为闲鱼很多骗的。如果等一下我被骗呢，本片就立刻变成大型社死现场。好，来看一下里面长什么。这个品牌现在还在。但是呢，目前感觉好像没有活得很好，因为罗永浩呢之前是说欠了6亿人民币嘛，那他做直播把钱都还光了，但是呢，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单纯，就是说他除了直播还了2亿多以外，他剩下的钱听说都是把锤子科技卖给别的公司去还的，对，但是还是很了不起。好，那我们准备开箱，1、2、3，打开。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最上面的就是这个平板。好，那我们把东西先拿出来。它这就是长得像个平板。好，下面是什么？这边还要给个变压器跟充电线。好，那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个盒子是什么？因为我买的这个套组是含那个卖家跟我说它是有键盘盖跟手写笔的。买起来其实不贵呢，才1000多人民币而已，我买不到1000不到100。这套子打开看，长这样子，它这是它上盖，那这个是它的键盘底座，这个真的很像 Surface Pro 一样是磁吸的，然后有触控板，有键盘。以这个价格来说，实在是无敌了。然后里面也送一条短的 Type-C 的连接副。如果大家想要买这些设备的话，等一下我们看看这好不好用啊。如果好用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不要 Let's Go 去买这个长得就跟个平板是完全一样的。那这边一样有音量键、电源键、喇叭，还有 Type-C 的连接副。这个看一下，磁吸，吸起来有没有？对，那我知道了，它这个是粘这样子，粘了之后再这样子打开。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实测阶段。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实测的部分那我们有个对照组是 Let's Start 的360，那这台就是我们买的这个垂直的 TNT Go。测试设备跟上次一样，有华为手机、三星手机，然后再加一个 iPad Pro， 还有 Mac， 还有小掌机。我们一个一个来测。首先呢，我们知道 Let's Start 应该是什么都能用嘛，那我们先从Let's Start 测试看看。Let's Start 接三星。好 ，Des 启动了 ，OK 可以用。好，那接下来我们拔起来。接着呢，我们来连这台锤子。有反应然后就没了，不会触发 Des。那其实我有上网看了一下，中国那边说是可以触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行。Z Fold 4是不行，而且我强迫打开它，会导致三星的手机宕机所以无法使用。这是三星手机 ，GG 好 ，OK。那接下来我们来测华为手机。在我上次的评测里面，有网友跟我说，为什么我又测华为了？我觉得很奇怪目前现在就是三星跟华为有多元模式你叫我不测它要测干嘛？我是觉得你可以讨厌中国，但是你不用把所有中国品牌都打到地狱去。你可以不用它，你也不用恶言相向。好，那我们现在一样是先接 Let's Start OK， 应该是没问题。好，手机部分 OK。
那我现在把它点过来，切电脑模式，可以，哦，也可以使用，华为没问题，拔起来。好，接着呢，我们继续来测，好，锤子插上去。好，有了，这是手机端的，然后手机端这边呢，哦，触控板也都正常，也可以打字，好，这边都是正常的，这个感觉起来就有点像在用 Surface Pro， 这是手机模式，哦，可是呢，这台华为的手机我自己测试是发现有一个问题，把它切到电脑模式，一切就再见了，也是算 GG。好，接下来我们测试这个掌机哦。那这一台呢是最近就即将要开卖的 Neo 2代哦。那一样，我们先接 Let's Dock Go， 接上去。看，好像休眠了。好，正常使用，键盘、滑鼠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就是一台电脑。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测锤子。好，看一下，哦耶，成功！触控板可以用，键盘也是可以，可以的。触控板正常。好。一样，外接一台电脑呢，就可以当做一般的笔记型电脑使用。好，掌机成功。这台接电脑啊，接这种掌机其实还有个特殊用途哦，就如果你是接 PC 端的这种机器的话，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应用，像掌机啊，像这台有指纹辨识，但是它没有前置镜头，所以你也没办法拿它来视讯，对不对？那你只要连这一台，你本身除了可以把它当做电脑使用以外，哦，你也可以直接拿它来做视讯。这也没有关那个，直接有没有？哦，它的前置500万画素的镜头是有用的，所以你只要搭配它这种掌机，或者说一般支援 Type C 输出的那种电脑，它不支援 HDMI 哦。如果你要 HDMI， 你就去买一个 Type C 转 HDMI 来做输入，这样子你才能这样使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测一个。上部影片没拍，但是后来阿达有拍一个补完的影片，就是iPad Air。哦，那其实我有测过就 iPad 的话，不知道为什么 Mini 6接了没反应。哦，但是呢，这个 Air 跟 Pro 应该都是没问题的我在猜应该是没有输出功能。好，接上去，好，这样就能使用了。好 ，OK， 大家看一下，这边都是正常的。好，正常。那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试锤子，接上去，耶，好，也是可以。但是呢，大家看哦，触控板、键盘就没反应了 ，iPad GG， 然后触控萤幕也是 GG， 好。iPad 只能当延伸萤幕。那接下来我们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Mac 能不能用？如果 Mac 能用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我之前已经测过了 ，Let's Dock Go 它是可以连接 MacBook 的，所以理论上就是 Mac Mini 应该9成9也能用。那 Let's Dock 我就不测了，我们就直接来测试这一台锤子的 TNT Go， 看能不能使用。有画面的确它也是变成一个延伸萤幕这个延伸萤幕是我设定的，你也可以设定为镜像那我们试看拖移过来，它这里可以拉过来，可以当做延伸萤幕，但是呢，很不幸的
在 Air 上面，它的键盘滑鼠也是没有反应，那触控屏幕自然也没有反应。所以你如果是买这一台的话，你可以来接 Mac Mini， 然后来当做荧幕显示，但是不能做触控键盘，所以是半套。那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们来测试这个大魔王 Switch。那之前看过阿达影片的人都知道 ，Let's Go Duck 360它是支援 Switch 的，因为只要启动它就变成底座模式，所以你必须变成要用摇杆，另外去把它拔起来才能使用。有没有？接着呢，我们来试试看锤子它能不能这样玩。好，见证奇迹，来试试看。好，没反应，大家看一下，完全没反应。好，看了刚刚阿达的这一轮的测试，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个锤子萤幕可以做什么了。那这一台它本来的用途就是接锤子 R2 的手机来当做类似像笔电的应用。你可以想象它的功能跟 Let's Duck 360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它出的比 Let's Duck 360还要早。但是呢，这样实测下来，电脑就是说，如果是支援 Type-C 全功能输出的话，电脑是完全正常 ，Windows 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呢 ，Mac 的电脑呢可以输出画面，但是不支援键盘滑鼠。那如果你要用的话，你可能就要用个蓝牙的键盘滑鼠来外接，它可以当做萤幕来使用。那如果你是接 iPad， 也可以当做外接式萤幕，但是键盘滑鼠也没有用。那接手机呢？华为可以用，三星不能用。三星也许我不知道什么问题，如果大家知道什么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也会补充在叙述里面。但是目前我测就是不能用，所以这台如果说你跟我的需求是一样的话，我会建议你去买这台会比较好。但是呢，这台它也不是完全的废物，它有几个优点。闲鱼那边买回来才999块的人民币，然后再加上关税啊、代运啊，这台不到5000我就搞定了，是这一台的半价不到。但是呢，它就只能接电脑，然后掌机，还有一些部分的装置，就在实用性来讲，虽然说它的形态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的实用性就远远不如 Let's Duck。以上呢就是这台锤子的 TNT Go 的一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自己去找。我是电脑阿达，如果喜欢这张影片的，记得帮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